有一个晋国使臣，听说王后美貌十分倾慕，那个晋国使臣会对越王后百般凌辱，你不在乎吗？你不痛吗？我感觉吴王体内缺盐。勾践，你竟装成这个模样，实在是高明啊！勾践，你听着，等老夫出了这个大门，你后悔都来不及了，简直不是个人。进士大人，将军大人深夜到此，有何见教啊？进士大人连日来实在是辛苦了，在下因为没有什么可用来报答大人的，感到十分内疚。在下出使贵国，这本来是件不困难的差事，竟让在下拖了这许多天。要说的内疚，没有比这个更让人内疚的了。大人不必太过忧虑，在下此来是为大人送上一位美女，两位大人旅途之寂寞，请大人笑纳。是贵国的歌妓？不，是在下管辖中的一名女囚。大人不必动怒，也不必多问，尽情享受就是了。在下担保大人不会后悔。来人，带上来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别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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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开我！羞愧啊，罪人！羞愧啊，那曾有过的狂妄！羞愧啊，生者不如死亡。梦中熊皮啊，洪水茫茫。大禹在世，天下四方。放开我！仁慈的上王啊，你是拯救邪恶的力量，你是仁慈的化身。岂有孙鹏展翅，燕雀何必翱翔？勾践本不该生啊，勾践该去死吧。既有英明的君主，
王亮何敢安居庙堂？勾践该死，勾践该去那地狱里徜徉，该在坟墓里歌唱。勾践不能死，勾践死，怎能看到天恩之在造？怎看到山岳之高昂？怎看到商王纵横天下？怎看到商王霸业辉煌？英明的上王啊，你是天下的霸主，你是大陆之滋润，天下之再造，积神岳之摧毁，揽沧海之汤伤。越王，老夫把你的王后给你送回来了。勾践，此时此刻，你心里作何感想啊？呵呵。看看吧，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君王，曾经是多么的狂傲，如今却落到了这个地步。看到你，老夫都耻于为人啊！因为有你这样的同类，即使是一个农夫，也会保护自己的妻儿，不让他们受到伤害。何况是一个一国之主呢？勾践，你是不是早已忍无可忍了？可为什么还要忍呢？你是不是在无数个凄凉的夜晚，不止一次地叩问自己，这一切值得吗？究竟还能不能回去？越国还能不能复国？老夫问你，我没有呢。要是这一切都不可能呢，你怎么办？是悲壮的死去，还是卑微的活着？回答吧。勾践，怎么样？回答吧。上王身体安好。
进士大人，相国大人为何驾临？在下有失迎驾，不甚惶恐之至。进士大人，昨夜过得怎么样啊？还尽兴吧？公孙雄将军带来一位美人，真是人间绝色，令在下现在还如梦之中呢。若老夫说出他的身份来，足下就更得腾云驾雾喽。此话何意？昨天夜里陪你同床共寝的是越国王后。邓阳，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吧？你们陷害我！不错，我们将你的丑闻公诸于天下，你将会给你的国君带来多大的灾祸？进士大人，我看我们还是抓紧订立盟约吧。你不是早就想完成你的使命了吗？在下献命前来，不是来签订这种羞辱晋国的盟约的。可是你已经损害了你们君王的名誉了。若是空手而归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不，我绝不能做出违背我君王的事。好吧，有2条路可供你选择：一，不签署盟约，你的名声不保，也会给晋国带来莫大的耻辱，这样你必死无疑。其二，你签署盟约，你的国君也许会迁怒于你，但至少你的名声保住了。是啊，进士大人，作为一名无能的使节去死，比作为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去死那要好得多。进士大人，我们就等你一句话了。从那间屋里走出的那一刻，亚玉就下定决心，要活下去，要和大王守在一起。亚玉就不相信命运永远不公，不相信罪恶永远横行。亚玉要活着，
这一切得到报偿的那一天。大王，齐国和鲁国订立盟约的时候，齐王让人绑架鲁王，以便达成盟约。事虽未成，但这到底是条妙计。大王不妨效仿齐国，扣押进士，逼他签订盟约。大王以为如何？此种做法，一不能服人，二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。臣再想想。大王，相国有本要奏。好，太好了。大王因何而笑？拿去看看。相国说了，晋使已经答应了我们全部条件，而且马上可以订立盟约。老相国他竟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大王，晋使是难以说服的。老相国毕竟是老相国呀。那大王是否吩咐准备酒宴？为何？签署盟约，为监使践行啊。我看不必了吧。这一切都交给老相国去办，寡人相信他会办好的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晋王是个小人，闹了半天就签订了这么一份盟约，寡人看不起他。不过，在签约这件事上，武相国不急不缓，收放自如，玩弄晋使与股长。王孙洛，你要好好的学学。大王说的是。大王，相国实在是手段高明，不过这手段非一般人能学得来。相国大人，是我说还是您说？我自己说。大王，不错，这件事臣是动用了越王后。大王，是臣的主意。动用越王后，什么意思？把越王后献给晋使陪侍。无耻！请大王降罪，此事是臣一手操办。是臣的主意。武相国，臣在。此事你如何解释？臣一句也不想解释。你们想置本王于何地呀？说话呀！你们就这么制定的盟约，不嫌脏吗？自古就没有什么干净的盟约，这种丑事恶事，臣做了已经无法挽回。这也有悖于臣的德行。如果大王认为这也有罪，那老臣愿意承担一切罪责。一切罪责？你们这么做，只能让天下人笑话我吴王夫差无德。从即日起，罢免公孙雄将军之职。伯嚭，臣在。替寡人查清此事。哼！
勾践怎么说？他什么都没说。大王，他疯了。疯子是不懂得难过的。没想到在我吴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大王，臣已查明，公孙雄不过是受命于相国，大王没看出来吗？这是相国要逼大王杀勾践呐，越王后被侮辱，这个仇恨是永远消除不掉的。也许相国他是为吴国考虑，但是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却瞒着大王，这可是大为不敬的。长此以往，吴国恐怕只有个相国，而不只有吴王了。够了！你怎么如此数落武相国呢？啊，即便他错了，他也是寡人的亚父，你要对他有什么不满，当面给人家指出来。诺。伯皮，你对勾践此人到底是怎么看的？勾践原本心高气傲，不可一世，可在大王摧枯拉朽的打击下，现在已斗志全无，成了一个废人。废人？是，大王。勾践原本可是软硬不吃的，可现在他是见不得硬的，也受不了软的。你说，如果寡人把他放回去，他会不会回过头来咬我吴国一口呢？大王要放勾践？不，随便说说，打个比方。大王，就算真的放了勾践，回头咬一口的事儿，臣以为不会。你为何如此肯定啊？其因有三：其一，勾践被大王打怕了，只要大王还坐镇吴国，他岂敢轻易起兵呢？再就是他为奴这3年，大王这一软一硬，把他勾践治的是服服帖帖，甚至疯癫了。其三，放了勾践，即使他真有复仇之心，那也不怕。大王可遣进乐使，也可遣大军，一旦发现他勾践有风吹草动，就立即剿灭他。大王，至今为止，北方对我臣服的仍只有蔡国和鲁国，只因我韩沟还没有凿通，他们还未感受到真正的威胁。还有，就是因为至今我仍求着越王，这让那些小国的国君仍然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事吗？大王，越国的文仲来了，这件事该怎么跟他解释呢？你先去看看他，明日带他来见寡人。诺。退吧。文仲叩见吴王陛下。免礼。谢吴王。文仲有一事不明，想当面请教吴王陛下，
不知可否？说吧。听说我王后在贵国受到极为不敬的对待，不知吴王可有耳闻呢？寡人知道。此事可是有损贵国的大国风范之举，不知吴王怎么想？此事，寡人也是刚刚得知，请放心，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的。此事不好对越国的百姓交代，更不好对诸侯列国交代吧？放肆！关系到此事的公孙雄已被革职，寡人是不会轻易放过此事的。请文仲大人代表你们越王接受寡人的歉意。文大夫，难道我大王的话你还不信吗？那文仲就静候吴王的消息了。文仲，寡人也有一事想请教你一下。请讲。我朝大臣中有建议寡人放你越王勾践归国。大王，此事你怎么想？啊？吴王若真有此意，文仲将万分感激吴王的宽怀悲悯。不过，我王现在神情颓然，心思恍惚，忽而怅怅，忽而惶惶。即便回国，恐怕也不能理国事了。不过我王已经赎清了他的罪过，吴王若能宽宏大量，我越国将举国上下感激吴王的大恩大德，将百世奉吴国为上国，不敢有丝毫的违背。伍子胥拜见大王。哎，亚父，快快平身。大王，关于勾践归国一事，伍子胥斗胆进谏，大王绝不能答应。亚父放心，寡人当然不会答应，就连免公孙雄一职也是做给文仲看的。过不几日，寡人会重新启用公孙雄的。大王英明啊！臣此次独断，大大冒犯了大王，还请大王降罪。降罪就免了。亚父也是为我好，不过今后亚父办事，还是先通报寡人一声，如何？臣惭愧。勾践现在这种状况，以亚父之见，该如何处置啊？臣以为，勾践在制造假象，目的就是要归国。如果勾践真的在蒙骗寡人，假装臣服，那寡人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，一定杀之。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怎么是？正好借宋齐归国这个议题，请大王告诉他，他可以回国。如果他答应了，那就是假的。好，寡人会当着众人的面宣布此消息的。若他答应回国，寡人会当场把他们全杀了。大王驾到！勾践，
罪臣勾践叩见上王。勾践在。寡人要下马。啊？啊？哦。勾践，过来给寡人跪下谢恩吧。勾践，你的苦日子熬到头了。你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，寡人决定放你们回去。回去？敢问上王，回哪儿？当然是你们的越国。不，勾践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勾践想在吴国侍奉上王。好了，勾践，不要再说这种客套话了。寡人明白，你心里很想回去。你们心里都很想回去，想的都发疯了。寡人成全你们，放你们回去。勾践，这个是你们唯一的一次机会。不，勾践绝不回去，绝不回去。上王，勾践绝不回去。你可是要回家呀？家，勾践早已无家可回。吴国就是勾践的家。寡人对你已经厌烦了，你自由了。再说，勾践不敢回去。为什么？勾践要是回去，肯定是性命无保啊！勾践恳请上王，不要让勾践回去了。难道你就不后悔？上王，勾践不回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不是寡人不让你们回去，是你们的越王不肯回去。等等，上王！勾践在。那你就死在这儿，烂在这儿吧。嗯？羞愧啊，罪人！羞愧啊！那曾经有过的狂妄，羞愧啊！生者不如死亡，梦中熊皮呀，洪水茫茫。大禹在世啊，天下四方。仁慈的上王啊，
你是拯救邪恶的力量，你是仁慈的化身，既有鲲鹏展翅，何须燕雀翱翔？大王，此回再也忍不了如此之辱了，启齿战辱啊！不能死！狗贱！不能死！大王啊！金子木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金子木，让我去死！三四海之上上，三四海之上上。臣妾有一事，想问大王，为何不答应回国呢？这是他们在试探寡人呢。只要一答应，必死无疑呀。那已是回国无望了。不知道，难说呀。大王，臣妾斗胆说一句，既然如此，我们能不能请求吴王给我们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住呢？为何？一是住在好的地方，可以让大王调养身体；再有，我觉得大王现在和臣子们在一起，臣妾担心。担心臣子们？担心什么？臣妾看到了杀机。
不会吧？朱祁颙，大王，朱祁颙，大王，朱祁颙，你已经不是我的大王了，你是越国的耻辱。朱祁颙，